OK，Hello，你最近过得怎么样啊？在上个 session 到现在。上个小时到现在，OK 啦，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哦，但 OK 啦，就随遇而安，船到桥头自然直了，就不要去管它了。原来如此，就是你刚刚也说到，就是随遇而安，不要去管它。那个事情也真正的发生了嘛？那在那个事情发生的当下，你有什么样的感受，以及你担心的事情有没有发生？担心的事情啊，没有发生了。哦，意外的很平静。意外很平静。对，我就这么这样平静的，我觉得 OK 啊，大家都这样平静，就这样平静咯。哦，明白。是没有发生了，没有吵架什么这样子。OK 咯，就这样咯。所以这样我们也看到说，可能你担心的事情，最后那个灾难化的那个思维并没有发生出来。对。所以，然后也是以一个比较平静的方式解决了当时候发生的那个问题，对吗？是的。所以后面然后你的压力方面呢，有没有比较降低一些些？压力，降低一些些是有啦，就是我讲的降低的方法，就只能把那个东西完成了，但是有完成到一点点，就是 in progressing 也是很好啦。但是其他 assignment，就是这个 assignment， 我觉得这个有一个 assignment， 我觉得做到很好，不是做到很好啦，就是很有成就感，因为它是要做prototype的嘛。然后我是觉得就是我想到那个 idea，我想到 idea 我觉得很棒，然后就知道自己在做什么，然后也很乐在其中那种，就是做这个 assignment 我会觉得很开心，所以我就花很多时间在做 assignment。其他 assignment 我就不懂我在做什么随便那种，对啊，还是就很开心。就是有一次第一次做 assignment 是开心。原来就这样子，就是第一次做一个 assignment 是很开心的，有成就感的。是有成就感，对。就是因为可能当下你做那个 prototype 的时候，那个过程你学习到一些东西，然后也觉得自己设计了对，然后觉得这个很有用啊，我的 idea， 我自己讲自己爽，就我的 idea 很好，因为一开始是这个 assignment 是到处碰壁就是我们去问 lecturer 可以吗？他讲不行，你要做过。我们再去问 lecturer 可以吗？他讲不行，你要做过。然后过后有一天，我就花一整天的时间去搞清楚那个，就到底是要做什么。然后我就茅塞顿开。然后我就OK， 我知道他要做什么了，对，我就做。OK， 我想到一个 idea， 就是我们那个他们是要找个 design， 我们是学 design 嘛，然后他是找一个问题，就是一个东西，然后你要找他的问题，然后你要 design 一个 prototype 给他，然后我在做，我想到一个 idea， 我们可以做这个东西，然后做这个东西可以做 prototype 出来，我就觉得，很棒，哇，就觉得哇，我真的。应该要给你一个掌声呢，谢谢。做的那么好，而且也有就是自己的主见和创意那些的。对，我有跟，虽然也有一点 free 来的啦，但就是我们把那个 prototype 交给他们咯，就是我直接给我那个 idea 给他们，然后就讲，觉得是 progressing 啦，很开心，是很开心。这样从这边我也就有发现到说，原来你是要给工作赋予一些意义，然后才会做得比较开心的人。好像我现在很多 assignment 都是，我不懂那个 assignment 你知道的是什么，就是 OK 他的 task 是什么，然后就去给 ChatGPT， 然后他跟我讲这个，然后我就弄给他，然后我就写 report 这样子，就那种我觉得我就不喜欢了，就是那种写 report 的那种喜欢。原来我就有分成两种类型的 assignment 嘛，就可能一种是 report 类型，另外一种是要创意思维自己设计的那一种。你会比较喜欢设计的，就像 Canva prototype 那些对，我比较喜欢 Canva prototype。
或者是 video 那种，我就我懒得写把它。原来是。 OK，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那种工作模式。看到你是比较有创意的人。我比较喜欢，我不喜欢像讲就写一个死板那种。我比较喜欢，就是做一些别的东西的。可以抒发自己就是脑海中的那种想法和设计的。就是video啊什么的。好诶，然后像反正讲之前的时候，我们也有讲到说，因为你注重在结果这一方面嘛，就是你结果你要快点做完你的 assignment， 然后快点弄完你的东西，就变到你那个过程中可能会有一点压力。然后我们在过程中也有讲到，可能说可以做一些 to do list 啊那些的。这样你有去这样实行它吗？有啊，我有像我讲我今天要做什么，然后就会写了我要做什么，然后今天一定要完成。好像昨天的话，昨天蛮有成就感，昨天一整天，因为我做完了2个，不是做完没有完吧，但做成2个assignment，然后就很开心。可是还有一个东西没有做到，所以就昨天就熬夜要做完。很替你感到开心诶，你看你至少有 progress 啊。对，有 progress，我觉得很好，就是我终于有 progress 了，一点点。有进展了。有进展了，对，就是2个assignment。这2个assignment都做完嘞，给你鼓掌好了。可是不是做完了，但有 progress 到了，有跟上进度。还有那个社团活动对吗？对，就是咯，就是那个活动，我还没想那个活动过。我想了，就是昨天熬夜没有熬啦，就是2点半才睡觉，就是要想那个活动。要想那个活动对，因为今天要开会了嘛，然后我就要想那个活动，然后现在写大概了还没有完成，看到等下有时间了再弄。可以呀，那你知道我也可以给你一点 idea 啊什么的。一个人报名就好了。一个人报名。可以。那个报名那边的那个报名的表格那些都有弄好了啦。我先给你个下。可以。好啊，那我们也可以让来一起玩一个叫做欧卡的东西。对，这个是我新买的卡，它是探索潜意识的，我就想要给你们玩一下。可以来重新抽过，刚才那张不好。OK， 好，选出一张你今天的。属于你今天的卡牌。我要选到一样的。OK。希望。跟我抽到一样的诶，昨天我也抽到希望。OK， 然后的话你就选出一张你觉得可以代表着希望的图片。可以代表着希望的图片啊？对啊。一张啊。是啊，你可以就是选项，你可以选项这样子啊，有很多个选择，然后最后你再做一个最好的选择。跟它一好一点。OK， 在我们开始这个前，我也问你一个问题，就是说，如果一个天气代表着你今天的心情，你觉得会是怎样的天气呢？今天啊？今天的话，天气，今天算，今天还没有发生什么事情，所以算，今天开心一点点吧，算晴天吧，因为我觉得突然过了。因为我今天本来很赶的，然后突然多了一个时间可以在这边玩卡。如果我是觉得，如果3点的话，那个时间会很赶啊。因为如果12点到1点的话，就1个小时多了，就时间很赶。然后现在我可以玩到12点半。所以我就觉得，我选了开始那些1个小时不够了。因为我觉得1个小时没有什么东西，因为
讲到没有重点啊。是咯，所以可以看到你可能在考生历程选中的时候，你感到很舒服。是，很开心。跟我选的卡一样嘞。等一下就解释这些卡的意思。哦，要选几张？可以选一张的。啊，你可以选一张吗？嗯。纯粹我喜欢。希望，希望，这个哈，是一个大太阳来牌。是希望。OK，我们放那边。希望。好，那我就先问你一些问题啦。好。OK，这个的话是135年。OK，你怎么解释"希望"这2个字？希望。看见曙光。看见曙光。希望的反义词是什么？失望。失望。绝望。OK，明白。让你拥有希望的原因是什么？让我拥有希望的原因就是看到曙光，看到，怎么讲？看到身体曙光，就是看到有东西有结果，就是会朝着那个，比如说做 assignment，我知道我的结果是什么，我会朝着那个方向前进。我觉得这个 assignment 有希望的。哦。有希望。不要去哪个，我开心就好。我能做出来，然后我觉得我做的，我达到我的 expectation 的话，可以，我就可以很开心，会很开心。哇，很好诶，就是有做出来，然后有达到你自己的 expectation 就好了。就算可能结果不是拿 A 也没有关系。对。哦，这样你现在会怎么去定义你现在目前的这个情况呢？有没有看到说，比较有一点曙光照进来的样子？有一点。有比较少过你的阴霾吗？没有怎么做啊，就是那个assignment有光不了，其他assignment没有光。哦。就是那个assignment有光不了，就是其他assignment还是阴霾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子。就是说，有一些 assignment，已经开始有那个希望的光了，因为你就是可能比较会做，然后也比较可以就是抒发自己的创意那些。但像其他的 assignment 的话，就还是觉得很难，不懂要怎样做的那一种。OK， 这样子你怎么样去找你的光呢？想要去找我的光。想要去找光。对。想要去找的光。那个光就是努力，在整理，就是要通，就是通路，就是要这样子。
它的光就是要灯，传说相机是不是？有没有想过很像和别的人很像讲请教啊，还是说和 senior 借那个 assignment 啊，之类的，有时候去 lecturer，对啊，就是问 lecturer，或者是问 senior 咯。对，可是，是啦，就是 lecturer 会给我们看 sample，所以大概懂这样做咯。那个也是一个，对，是有，可是没有，但是不是靠自己的努力找到那个光啦，所以它的光可能没有这么强大。就是如果是靠自己找到那个光的话，它的光是很亮很亮那种。如果你是靠senior啊，这个 lecturer，它是有光，可是它有可能没有很亮，因为你也是跟着那个sample做，你不知道你自己有这幅，然后你只是跟着sample做，就是它的光就比较没有这样亮。原来我可以从这边看到，就是说，原来你想要自己去完成这个 assignment， 想要探索出那个你想讲做完的那个道路。对，为什么要做这个？我做这个是有为什么这样子啦？你会赋予一些意义在这边里面。对。想要真正学习到一些东西，这样子。就觉得单单做不了。还是这样。是，因为我觉得很多 assignment 都是为了做而做。没有真正的去了解，也是我分到什么 bug，然后丢给 ChatGPT， 然后它 generate 答案，我再丢回进去。对。那过程就没有自己用脑思。所以这是这样。可能过程中就让你感到有些像讲，一些失望，因为对吗？因为说可能在做 assignment 的时候啊，你没有找到自己要做那个 assignment 的意义是什么？对。你就只是为了做，然后就去做这样子。你觉得有时候会觉得，为什么我会做这个 assignment？我好像失去了那个意义啊。对。原来是这样。然后这样你想要的，你真正想要的在就是学习上面的东西是指，像你想要完成好你的 assignment， 然后你想要通过自己的努力，也是就是通过可以真正学习到的东西的，对吧？对那种 skill 那种，通过自己的努力学习到的东西。原来，这样你觉得你遇到的 possible challenges 是什么 ？challenges。自己懒惰，就是可能做 assignment 一半，去按电话，然后想要快一点结束，快一点做完那个 assignment 就丢给 ChatGPT， 然后generate出来，然后再丢进去。天哪！可以看到这边可能是普遍很多大学生会遇到的一些现象啦。一方面我们想要去做，但是我们就没有精力去应付很多的assignment，然后我们也没有方向感，所以有时候就会，我的话啦，我就会把 ChatGPT 当成是一个给我一点方向的东西，就可能叫他大概写一个我要怎么开始，有什么 step 啊这样子，然后后面我再通过他写的内容，我再去写出那些内容之类的。对，就是可能他写第一步你要这个你要做的是 contract or service。OK， 你里面要写什么？第一个是可能写terminate， 要这样子 terminate 一个像 employee 这样子，然后我再自己写那个内容出来，类似这样子啦。我的方法是这样啦。我是觉得这一方面也可以帮助我学到东西，也不会让我就是失去方向感哦。对。你会觉得可以帮到你吗？就是可能讲，与其像
你想说不要直接generate答案呢？也是有一点方向感。对。对，我也是会读ChatGPT。跟我讲要做什么，一开始开始就是不知道要做什么嘛，然后就这个ChatGPT他跟我讲了，就慢慢有 idea 了，这样子会比较，对，比较有光。对，我可以看到你很努力啦。谢谢。所以可能你就只是，可是你没有想到，就是说，别人的支持可能也可以，就是帮助你去通往那个路。可能如果我们没有别人的资源的话，我们自己一个人可能会走得很辛苦。是。或者是很难走到。对，这道理。可以。对。可能他只是我们同行的人哦，但是其实真正走完那条路的还是你自己吧。然后的话，就问你，就是说提到希望，你会联想到什么事情？什么事情？assignment。assignment 啊。最近那个 assignment 有光了，就是那一个 assignment 不了，有光了，就是我联想到的事情。原来，所以你在希望这边联想到的会是什么情绪呢？情绪啊。开心，因为有希望，会成功，就是有希望，就是有成功的希望，所以会开心，因为有成功的希望。因为会成功了，所以会开心。可以呀。成就感啊，还有成就感。对，这样我也有想到就是说嘛，既然你是可能比较创意型的人嘛，比较喜欢 prototype 啊、Canva 啊那些，这些 assignment 会带给你希望，就你也可以通过这个方式去学习。对，可能你可以做一个像NOTA啊，是有 visualization 啊，就是可以像是看 slide 学习这样子的类似的东西。或者你的 prototype 你也可以很像讲说，去结合在另外一些 assignment 上面如果说是在其他 assignment 不是有分很像 prototype 和report 的 part，你可以拿比较类似于 prototype 的 part 一起做 report 的 part。是。我之前也是拿那种 edit video， 然后我就是那个 edit video， 我会主动去拿，因为我会喜欢嘛。但是虽然有点多工，但我会喜欢 edit video 那种。你也是喜欢 edit video。我也喜欢 edit video 那种，比起写report那种。我也是然后的话，你选的这张图片是可以跟我分享这张图片吗？这张图片就是有阳光，有太阳的出现就指引，就是如果我站在迷失的路口，我看到有光的方向，它就是希望，我就朝着那个光的方向前进。好像在山洞里面也是看到光，所以跟着那个路走。跟着那个路走。如果在黑一片的话，如果你看到光，就跟着它走。OK， 就跟着那个光走，就不会迷路。对，是你至少看到光，你不会觉得我在一个很漆黑的路，什么都没有。原来。然后你慢慢走，可是你走，你不知道怎样走啊。可是你看到这边有光，然后你就跟着它去，然后你就发现是有光的。这样，这个光的话，它是代表着什么东西？什么？就是这个光，它有没有代表着一些人或者是一些事情？就是，还是它就只是一个光？它是一个光，
它是一个成功的光，成功的光。通往胜利的光。啊，就是你的未来的那个结果，那个成功的那个对对。它指引着你通往成功的路。是。哦，所以我就可以看到，其实你是一个独立、比较自主性的人。因为可能有些人说他的生命中的光是一些人啊，或者是一些事，但是你的话是通往成功的道路是你自己走过去的。我这样想过，我比较不习惯，就是不喜欢，就是去问别人东西啊。就是有东西我是希望，我是想要通过自己解决。就是像有assignment的问题，我是想要自己去解决的那种，我就比较可以讲我比较害羞，或者比较不敢去问别人。原来是这样。对，所以我就靠自己比较多。谢谢你。然后的话，那个你觉得你现在人会站在哪一个角落，以及你这个地上的这个地是什么呢？这个地就是它是黑暗啊一个吗？对，黑暗。现在是我们走的不一样的路，你每个路有不一样的选择。可是如果你有光，你跟着它走，它就会成功。对那个黑暗的路，有着那个光，就跟着它走。就是它是一个黑暗，然后有很多条路。是个黑暗，然后有很多条路，然后那条路有光。然后就跟着那个光走。跟着那个光走。所以，对，就是想说，那你现在在人生道路上有一条分岔路口。然后就看到光，就跟着它走咯。分岔路口。现在是assignment，没有到人生，当然想就会觉得，人生的话就没有光了，人生看不到光。没有啦，这样子讲，这样你觉得你现在已经在走着其中一条路了，还是你还在选择？我觉得就是有一个assignment有光。有一个assignment有光。对，所以就跟着就有光，就有可能我的路是很多assignment。我也懂了。然后那个assignment有光，就先走那个有光的assignment咯。然后其他assignment等我有可能走到一半，这里有光了嘛？我知道这里有光了，所以我知道怎样走嘛。可能这里也有光了，这样我就走去那边。然后这个也有光了，我再走去那边咯。然后反正我会走回来，反正我都可以看到光了。对咯，是咯，这样你就不会迷路了咯。对呀，反正我都知道有光在那边了。就是可以看到你其实是一个蛮 step by step 的人。对。虽然这不是一个坏事，这是一个好事。蛮好的。现在我先把我的光第一层assignment的做完那个成功的那个assignment的路。人生的话就看不到了。人生还没有光。就怎么样讲呢？就是没有去考虑过。没有去考虑过。还没有去考虑过。对，我也不知道毕业过后要做什么，就没有去考虑过啊，要怎样啊，没有去考虑过，所以就这样。明白。有可能你现在比较是专注在当下所面对的问题上面，然后其余的你再去这样讲，等到后面的时候再去考量。是。这也是 OK 的。也是很好的。OK， 然后的话我也会想问你说，如果的话，这张图它会让你联想到哪些生命的经验呢？生命的经验。生命的经验。
要怎样去解释生命的经验？就是有没有什么经验让你联想到这个图片啊？就是有光，然后还有一些什么？还是也没关系啊，如果你想不出的是。现在我想到是 assignment 的，因为我现在面临的问题嘛，是 assignment 嘛，然后有关。好的，没关系。那我想问你说，你觉得这个图片中空气温度、湿度怎么样？皮肤有什么感受？鼻腔有什么感受？鼻腔是呼吸，是很大口的呼吸的一个空气，那个风是温柔的吹过我，然后像站在草原上，就是走那个暗暗的路，走到它是一个草原，然后有一个，然后在那边呼吸，然后它的皮肤那个风飘过是轻柔柔的。它的光也不是很刺眼的阳光，它是温柔的阳光。哇，很舒服哎！然后就可以，就是感受一下胜利的成就感。哇！恭喜你，感觉很不错哎！这个图片对你来讲是很舒服的，不刺眼，然后就尽情的享受成功带来的那种成就感的感觉。是，好棒哦！那的话，这场景除了你还有谁吗？没有，没有啦，就我一个人。原来如此。我比较习惯享受一个人。原来。OK，谢谢你的分享，从这边得到了很多关于你对希望的一个定义，以及你比较喜欢自己一个人，然后你好像倾向不依靠别人，就想要自己可以完成好任务那一些的，且对你来说，成功是一件很舒服的事情。很舒服，然后你可以躺在那边静静的感受着微风，徐徐吹来，阳光照耀在草地的那种平静的感觉。对，好，就是也希望这个图片可以带来一点希望给你。觉得这个 activity 了之后的话，有什么样的感受？很开心，感觉人生充满了希望，哇，生日有希望了，我想再玩多一张。可以啊，你想再玩多一张吗？可以。好啊。那你再抽多一个，你的，人生图片上，没有啦，开玩笑朋友。来，你再抽多一张属于你的卡片。公鸡，来你选一下公鸡的卡片。这个这样的一个地方，这一个希望，然后一个抽的公鸡。抽到固执哎。固执哎。还是你要疲惫？疲惫也很适合一下现在的。是疲惫感觉是蛮好玩的。
我选这个吧。OK 好。公鸡，你选择这个图片。我可以问你先，就是说，公鸡对你来讲是什么样的意思吗？攻击就是伤害到我，我的理解吧，就是伤害到我，我很伤心，就让我这件事情攻击到我，让我很伤心的一件事情。对，好，就是伤害到你的心情，还是伤害到你的身体呢？心情，心情上面，原来是这心样。理，就是有一些可能有一些人做出了一些伤害到你的心情、伤害到你的心理的事情，是吧？对，就是你可以用公鸡造句吗？就是去测试。这件事情，攻击我，向我袭来，乖乖，攻击，然后攻击我的心灵，让我心灵破放，就是破碎，就是 broke up。原来是这样子，就是这件事情攻击你，让你的心灵破碎。明白。所以可能在这边的话，就得到一些重点，就是说，可能某一些人攻击你，曾经让你的心灵受到一些伤害，对吧？原来是这样。然后，攻击的反义词是什么？保护。原来，它的另外一面就是，可能有一个人保护你，让你不受伤，你不受到伤害，你很开心，可以跟他感觉很安全。对。棒。OK。好，那你现在已经用一个画面来形容这攻击了吗？你觉得那个是什么画面？这画面给你带来什么样的感受？就是我朋友，就是朋友们就这样子围在一起，把我排除在外，这是我的感受。就是他们感觉融入不进他们的感觉，所以他们讨厌我，他想要排挤我，就是讨厌我，不是什么话都不想跟我讲。我有点尝试要去联系那个关系，可是我感觉对方好像没有想要的意思，所以我就只好这样。就是你看到有一群朋友，可能他们一起讲话，然后他们把你排除在外，你想要融入进去，但是他们却没有想要让你融入进去的那个意思。对。这个行为就是攻击到你的内心的最深处的那种，渴望和朋友，渴望友情的那种感觉。就看到我晚上很觉得我是一个很看重友情这个东西的，因为怎么说，我不相信爱情嘛，然后所以我觉得，不管是我不相信爱情，然后把友情看得很重，但是我看友情很重，所以我不相信爱情。就是我很看重友情哦，比起爱情，我更渴望得到友情，我连友情都没有，何来爱情？原来是这样，就是你觉得友情你比较看重它，然后所以你可能比较没有这么相信爱情真实存在。比起拥有爱情，我更想先拥有友情。先把友情
这样子友情是可以发展去爱情的吗？不能不能啊，不能接受耶。不能接受。对，我觉得很难接受啦。哦。很难接受，因为我觉得因为你友情一旦发展去爱情，你就很难回到友情了。所以为什么我看重友情？哦。因为我觉得友情你就不能去爱情了啊，所以我就很看重友情。友情不能去爱情，所以你很看重友情。所以我觉得朋友做恋人。这样要讲子成，这样讲你要讲跟一个人成为恋人呢？我不想要。哦，不想要啦。就是随缘的，就是命运。命运啊。命运。对，命运。OK，没事，可以的。看有没有命运的安排啦。看有没有命运的安排啦。OK，如果用一个颜色来形容这个公鸡的话，你觉得它会是什么颜色？红色。红色。红色有代表着什么情绪吗？红色应该是我心碎，就是那个就是攻击我的心，然后我的心流血，就变红色。哦，就是心流血了，所以它是红色的。所以是红色。原来是这样子，所以可以看到说你的心真的是受到了一定的伤害。它流出了血。就变红色。就是可能之前我们谈论到的一些友情相关的那些话题的。是。也是。所以你很怕被排除在外的那个感觉。是，现在也差不多，还是遇到问题。还是这样。现在也是这样讲，我就觉得，就是有一句啊，就是感觉，怎么讲？我感觉我跟雪文好像，雪文好像很讨厌我的感觉，感觉上，就是感觉了。那我问你一个问题，你有证据证明他说讨厌你？没有，就是感觉。感觉啦。就是这样感觉，就是感觉就好像，很怎样讲？我不会讲就是感觉就那个感觉。就是感觉他讨厌你这样啦。就是他不喜欢我。哦。就是感觉他跟方晴很好，然后我觉得融入不进他们，然后就算了。原来是这样。那你感觉学文和方晴很好，然后学文和方晴有可能就是这边这群人，然后所以你就是站在这边外面，在看着他们的人。哦 ，OK， 这样就回到我们之前我们学到的在Session 2那边的东西啦。就我们Session 2讲了一些什么吗？就是要把negative的换positive，就是这样。我们那个时候我们好像有讲到说，就是你有提到你很怕缺席每一次的聚会，然后一缺席一些聚会，因为你觉得像有些话题呀，他们突然间转换了啊，或者是什么了的时候，你就会觉得我好像跟他们没有共同话题了啊，然后你就会觉得说，早知道我就参加那个聚会，就算我已经很累了，我还是想参加那个聚会这样子，因为我不想做好像被排。被 left out 的那一个人，不想就自己一个人 isolate 这样，也是这样子。然后那个时候我们有提到说，就是讲说，有没有可能就是朋友之间有不同的话题是正常的这个理论。还有就是说，有没有可能就是讲说，可以把这些负面的情绪可能转换的正面一些，就是可能把所有人都当成是一次性社交啊。等等的，就是阶段性的对朋友，就是明白你是因为很在乎这段友情，然后所以你想要和他们就是继续维持一个良好的关系。但是
他们之间的那个很像讲，与他们之间的互动和他们对我们的那个连接和相处的感觉，不是我们可以去控制得到的。我们可以做的只是我们对他们好，然后我们努力的想要成为他们的朋友，这样子。在一个你不累的一个前提下，对吧？还有什么补充的，你也可以说。好，就是要在不累的前提下，就是跟他做朋友是舒服的。还有嘞？就是不要去勉强自己，就是然后想positive一点，然后他们不是讨厌。我不懂，我最近有这个感觉了，就是可能就是前几天我们去唱歌的时候，就出去嘛，然后有这种感觉，就觉得有点伤心，然后过后就OK 了，随便我在安慰自己，不要去太在意了，安慰自己不要太在意，不一定是讨厌你。原来是这样子。然后不一定是讨厌你，然后感觉就是如果觉得太讨厌我，我会变得更小心翼翼。小心翼翼。也是有这种经历过了，就是之前跟 M 的也是差不多这种感觉，就是感觉他讨厌我，然后我就跟他相处就小心翼翼，就很多话都不敢讲，小心翼翼后导向的是什么结果？我会很痛苦，因为我小心翼翼，因为我会觉得我要照顾他的感受，我太在乎他的感受，所以变成太过小心翼翼。好。那个结局也不好。我小心翼翼过后，后来也不是更好了，就是更好的那个，而是更坏的。更坏的。那我整理一下，这边就是想说，你察觉到可能对方不喜欢你，然后你就倾向于你变得小心翼翼，然后你变得小心翼翼后，就是当你 evaluate 他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其实你过得不快乐，你很辛苦，然后最后那个结局导向的也是一个不好的，就是那份小心翼翼并没有让你们的那个感情修复回来。是。反而可能把距离更加拉远了，对吧？对。像有没有可能一开始的这个行为就是需要可能一些转变的？要做转变。没事。转变就是有讲要转变心态。就是心态嘛，心态是导向我们做什么行为的一个东西。就像我们有伤心、生气那些是我们的保护机制，然后我们为了让这个情绪可能降低一些，或者我们要想让我们的这些朋友不要离开我们，所以我们就会有一些行为，我们就会很像变得小心翼翼什么，但是小心翼翼没有帮助我们拿到更好的一个结果嘛。这样子有没有更好的一个 coping mechanism 呢？就是保护机制呢，去帮助我们去，就是像比较好的去解决这个问题呢？如果你想不到，也可以跟我说。想不到。OK，那你有没有想过说，就是把他们都当成只是人生的阶段性的朋友？就不要去太在乎他们。OK。对。可能你们只有在可能一些活动上面见到面，
然后可能认知时间也是不知道要很长的。可能后面见面的时间也是会慢慢的越来越减少。既然如此，我们有没有想过这样把他们当成是每次的见面都是一次性社交？就是比方说，我今天跟方晴见面，我只把跟方晴的这次见面当成是我跟他第一次见面，然后也会是可能最后一次见面，这样我就不会考虑到后果会是怎么样的。就会考虑到后面的时候啊，会不会我惹怒他啊？会不会是我惹他生气啊？会不会弄到他讨厌我还是什么？我就不会变得小心翼翼在我的行为上，我就可能比较自在、舒服、真实的面对他，对吗？对，可以。可以 ，OK， 我要学习这个心态。一次性社交。可能可以记得啦，不是记得啦，你可能可以像讲 remind 自己说，每次和人相处的时候啊，就是我们先不要想他们会讨厌我们，还是会喜欢我们什么的。我们先想这一次就好了，就像你每次做的assignment 的时候这样 step by step。就是这一次吧，就这一次罢了。过后就没有下。对。这个 assignment 就是这个 assignment 就这一次罢了，这个朋友也是这个朋友是这一次罢了。类似这样的这种心态啦。OK， 可以。可以。很棒哎！也谢谢你，就是有 get 到一些东西。现在要尝试这个心态。是你之前跟我讲过，可是就没有去做到吧？因为是就在辛苦自己。可能还是需要一些时间吧，毕竟就是也很难从一个很在乎友情的那边，可能转换成短时间内转换成比较 moderate 的一个情况嘛。还是可以在乎他们，只是在乎的前提是不迷失自己咯。会 OK 啊？会舒服吗？可以啊。OK， 好的。那我们可能就是说，现在会给你一张纸。怎么那么大张了？这么大张了？我不懂耶。诶，好大张哦。撕掉。有点东西。没事。对，好了。好，那在第一个部分的时候，会想要知道说，你从第一个 session 到第5个 session， 你学习到的3样你觉得做最重要的东西。最重要的东西。对，学习到的3样最重要的事情。这个是这样讲，反 feedback 这样子啊。你觉得你想要就是说 future 的时候啊，你想要真正的应用住啊，或者是说你学习到了觉得很有意思或者很有意义的事情啊？我要写什么？那题目是什么？不用写题目，就是1、2、3这样，然后就写。或者你可以写 what I learned from。学习到的一次性社交。那个是这是换。这是换去啊，算了，去 positive。
小学做什么？OK，好的。所以就是讲说，第一个你学习到的是一次性社交，和第二个你学到的是把 too negative 的，就是很 negative thinking 啊，转换成是比较 positive thinking。OK，然后最后一个是自己一个人也可以过得很好。开始意识到自己一个人可以过得很好，是不是来自于刚刚希望的那个卡牌？也是，就是你跟我讲，不要太在乎别人嘛，自己一个人也很好，不要太去依赖，不要太去期待他人的那个对你的付出，就觉得一个人也可以很好。当你开始爱你自己的时候，全部人都会来爱你。对，就是这样子讲。谢谢。我的话我是这样，我发现到当我不那么在乎啊过后啊，就会有很多，就认识到很多不同的朋友啊，不同的圈子的人啊，这边掺一点，那边掺一点的过程很好玩。我觉得我做不好这一点，我应该把自己放在第一位，当然不是那种自我为中心了。对，就是自己先考虑自己。先考虑自己的感受，然后才能考虑别人的事。因为当你爱你自己的时候，你的身上会有一个光，会很自信，会乐观开朗。然后呢，就是跟你相处的时候就是很舒服啊，感觉哇，这个人怎么可以那么有，就是那么的自信，那么的爱你自己呢？这样子。你想我选这个？没有啊，我觉得你是啊。你想我选这个？我还在学习，这也是。你是有光。是啊。全部人都爱你。我爱你呀，谢谢。我要学会爱自己先。是，而且总是还是会有很多很多爱你的人啊，就像我们在学生图讲的，这样你姐姐有我，还有很多人啊，爸爸妈妈，是。然后还有就是讲说，刚刚我们可能第二个 part 那边我们也有讲到一些 future focus 了啦。你的就是比较想说，在未来呀，你想专注于，就是专注于发展的一个方面就是。就是在你未来的时候啊，这个考试令写生结束后面啊，会想要就是去发展一些什么呢？爱自己。爱自己。OK， 爱自己。爱自己的时候，你会怎么样爱你自己？这样爱我自己。对。优秀的优，这个人字旁。优先。
考虑自己。自己的感受。优先考虑自己的感受。在你优先考虑自己的感受和爱自己的过程中，肯定会遇到一些challenges。你觉得那些挑战啊，会是什么呢？挑战啊？会有什么挑战呢？太在乎别人。可以先。在乎别人的看法。太在乎别人的看法。真的太在乎别人的看法，这个东西出现的时候，当你的那个 negative thought 又再回来的时候，你要怎样去 cope with 这个东西？要怎样去解决它？解决啊？怎样去转换它？哇，告诉自己，跟自己讲，不要不要去太在乎啊，就think positive。对，think positive，这 think positive 要讲 think positive。就是你像觉得他讨厌我就think positive 一点，就是不要管他，我做我自己就好。又回到就是爱自己。对，就是又回到这边哦。或者不然就是说，可能很有就是想，我还有其他支持我的人。还有其他人？他只会是小部分的人。或者是说，这可能只是我自己的就是人生想法罢了。自己的想法。不一定别人真的讨厌我。或者是我应该以自己为优先，我并没有做错什么。自己优先考虑自己的感受。对，这就是我们自己的原生性格啊。他们不喜欢我们的性格是，他们只要我们不是真正的伤害到他们还是什么，那就是他们自己的问题。他们的问题不是我。对，是的，没错。他的问题不是我。对。很好耶，所以你就可能讲说，以后你在面对到这个困难的时候，你就回想起我们今天一起做的这个 session，这个过程。好，到最后的时候，我们就，如果给未来的你讲一句话，你会做什么？你会讲什么？
好好的爱自己，不要太在乎别人的看法，把大家当成是一次性社交，不要太在乎友情。当你好好爱自己，就会有人来爱你。OK， 好，这句话你就可以贴在你的那个房间那边，然后每天看一下。想起现在的那个感受，也想起当下的那个想法。可以呀，可以呀。还是你的，我拍给你也可以。好，拍给你。好，可以。这样子的话，就是说，在我们结束我们的 session 之前，可以知道说，很像讲你的一些 feedback 吗？对于这个这样第1到第5次的 session。觉得很好耶，有人可以诉苦，如果没有人选的话，我就找不到人。是啦，是没有人可以讲啦，没有人可以讲到这样多，就是讲到这么开心，讲到那么就可以真心的，没有就是可以去剖心的去聊吧，因为我不是很喜欢把我的烦恼告诉别人吧。如果有这个机会是，然后还有我的选拔找我，如果不是有这个机会，我觉得这是很多痛苦的事情，就只能继续痛苦，学不到要怎样爱自己。很好。谢谢你来参与我的 session。加油！你还有很多那个。没有了啦，没有很多了，现在要到结尾。好，我就关掉这个先了。